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光茶馆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茶馆听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充满矛盾和家庭冲突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中的父亲和大伯的关系，也是一场因为家族荣誉和亲情冲突引发的风波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故事，喝着茶慢慢听。故事的主角是我爸和我大伯。我们村子里大家都知道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踏实肯干，性格憨厚。他每日迎着晨曦下地，伴着晚霞归来，粗糙的双手满是劳作的痕迹，那一道道裂痕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艰辛。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个忙，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，扛着锄头就去帮忙，从不计较得失。可我大伯就不一样了，年轻的时候犯过事，坐过牢。在那个相对封闭、观念传统的农村，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，瞬间在村子里炸开了锅。虽说大伯服刑了，出狱后多少年都没怎么惹事，每日也是低调做人，见人三分笑。可村里人心里始终有一个结，就是他曾经做过的事，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将他与大家隔离开来。那时候整个村子就像是一个大染缸，大家彼此之间明面上笑得欢，背后却总有点芥蒂。你看我爸平时总是话不多，没什么争强好胜的心思，可面对村里人的指指点点，他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和无奈。那些目光就像一根根尖锐的刺，扎在他的心上，让他本就不挺直的脊背愈发弯了下去。事情发生在大伯出狱那天，我爸硬着头皮去了监狱，接回了那个已经50多岁、满脸风霜的大伯。那一天，我爸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大伯出来了，咱们得把他接回来，给他一个家。”说这话时，声音低沉又沉重，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一般。我能听出他话里的挣扎，他知道这样做会引来无数的非议，甚至可能会把家里所有人的脸面都丢尽。我妈听了以后，面色一下子变了，眼睛都不敢直视我爸，沉默了很久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像是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情绪。终于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他坐过牢的人，怎么能让他住进我们家？我们家就是个小小的农村，大家都认识，我们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村里人怎么看我，怎么看咱们家？”我妈原本柔和的面容此刻因愤怒而有些扭曲，额头上的青筋微微凸起，双手紧紧握拳，指关节都泛白了。我爸低头不语，但我知道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是在为家庭、为亲情在做一个艰难的选择。他一直认为，不管怎样，大伯也是亲人。可他没想到，自己这一做，家里矛盾彻底爆发了。我妈直接站起来，指着我爸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要是真心对他好，为什么不想着把他安置在别人家？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带回家？你就这一个弟弟，把他带回家，难道你就不怕家里名声扫地吗？”他的声音尖锐而高亢，划破了屋内原本的寂静，惊得窗外树上的鸟儿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我爸不言语，眼中带着一丝无奈。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决定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了，因为他知道亲情有时是一个人最难割舍的东西。他微微抬起头，望向窗外，那浑浊的眼眸里似乎藏着无尽的往事，嘴唇动了动，却终究没说出什么。接下来村里知道这件事后，纷纷上门来指责我爸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天村里的大妈大婶们聚在院子里，指着我们家的大门大声喧哗。有人说咱村哪有坐过牢的，这事一传出去，咱们这名声可就全坏了。另一位大妈附和着说：“是啊，你们家竟然敢把一个有过牢狱之灾的人接回来，真是太丢人了，你们不怕大家怎么看你们吗？”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像一群聒噪的麻雀，叽叽喳喳个不停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或鄙夷或愤怒的神情。我爸站在屋里，脸色铁青，却依旧没有反驳，只是他轻轻地说：“我承认我做了一个不被大家理解的决定，但大伯是我弟弟，他出狱后，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一个家。”他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透着一股坚定，像是在这喧嚣的指责声中竖起了一道屏障。这时候冲突进入了一个高峰，我妈和我爸在屋里吵得不可开交。他说：“你有亲情，可我没有。”
你觉得你能顶住外界的压力，可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面对这些人？你知道我们村的人说什么吗？他们说我瞎了眼，嫁给你这么一个傻子。我妈此刻已是泪流满面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在地上，阴湿了一小片尘土。她的身体微微颤抖，像是被巨大的委屈笼罩着。我爸的眼中闪过一丝伤痛，他没再说话，而是低下头去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在我妈面前低下头，原本那个威严的男人，这一刻变得像个小孩子，默默承受着所有的指责和痛苦。他的双手无力地垂在两侧，手指微微蜷缩着，仿佛想要抓住什么，却又什么都抓不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伯从屋里走出来，站在我们院子门口，表情有些愣住，显然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他想开口，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该怎么说。终于，他低声开口：“我知道我犯过错，给大家带来了麻烦，但是我是你们的大伯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能不能让我安静地过后半生？”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，像是被岁月磨砺过，又像是被此刻的场景哽住了喉咙。话音未落，村里的大婶们更加激动了。机会？你还想过后半生？你把我们全村的脸丢尽了，怎么不想想我们这些没有犯罪的人呢？他们挥舞着手臂，像是要把心中的怒火通过这个动作宣泄出来，脸上的横肉都跟着抖动起来，气氛变得更加紧张。我妈一看到大伯站在门口，眼神中的厌恶立刻显现出来。她冷笑一声，转身进了屋。你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，我不想再和你们这些人打交道。那一声冷笑，如同39寒冬的冰茶，刺得人心里生疼。这时我爸却没有阻止大伯进屋，也没有再去劝我妈，只是叹了口气，对着大伯说：“你进屋吧，我妈现在气不过，等她冷静了再说。”大伯点了点头，缓缓走进屋里，他的背影有些佝偻，脚步沉重，仿佛每一步都承载着千钧重担。可村里的那些人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我们家门前，指指点点。甚至有几个曾经和我爸关系不错的老邻居也开始摇头：“你真的是为了亲情，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？”他们的眼神里满是疑惑，像是要把我爸看穿。这场风波一直持续了好几天，每天都有村里的长辈和年轻人过来看热闹。有人支持我爸的决定，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也有很多人站在我妈那一边，觉得我爸不应该把大伯接回家。我们家的院子成了村子里的焦点，平日里宁静的小院此刻充斥着喧嚣与吵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矛盾愈演愈烈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闷。饭桌上原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的场景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。我爸默默地扒拉着碗里的饭，偶尔抬起头看一眼同样沉默不语的我妈，又无奈地低下头。我妈则是一脸寒霜，机械地往嘴里送着饭菜，眼神空洞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有那盏昏黄的灯泡发出滋滋的声响，仿佛也在为这压抑的气氛叹息。突然，我爸打破了沉默，他冲着我妈大吼：“你就为了一个面子，能为家里做点什么吗？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？”这10几年，我一直在承受着外界的压力，我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但你呢？你每天就会看着别人怎么看我。他的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，双手猛地拍在桌子上，桌上的碗筷都跟着跳了起来。我妈也怒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你以为我不懂吗？你知道坐牢的人出狱回来代表什么吗？不仅仅是他的问题，更是整个家族的名誉问题。我们整个村子都在看着我们家，你还要让我怎么办？他站起身来，双手叉腰，身体前倾，像是要把心中的委屈和愤怒一股脑地倒给我爸。他们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，开始了互相的指责和争吵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真正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外界的眼光，而是彼此心中那个深深的伤疤，亲情与面子之间的抉择，往往比任何外界的压力都要痛苦。在这之后，家里陷入了更深的冷战。我妈开始整日整夜地躺在床上，背对着墙壁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我爸则是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了才回来，回来后也是倒头就睡。两人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大伯在这期间
尽量小心翼翼的生活，他主动承担起家里的家务，扫地、做饭、喂鸡，什么都干。可每次他一动手，我妈就会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爆发，不用你假好心。你做这些能弥补你犯下的错吗？大伯只能尴尬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默默地站在一旁，眼神里满是愧疚。有一回，村里有人办喜事，邀请了我们家。以往这种场合，我爸我妈总是结伴而行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可这次两人却僵持着。我妈早早地穿戴整齐，坐在床边，就是不挪步。我爸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见我妈不动，冷哼一声：“你不去拉倒，我自己去。”说着就要出门。我妈一听，立马火了：“你还真敢一个人去啊？你就不怕别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？你带着你那劳改犯哥哥一起去吧。”我爸的脚步顿住了，他转过头，眼神里满是失望：“你非要这么不可理喻吗？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”两人又开始大吵起来，声音大的整个院子都能听见，吓得屋檐下的燕子都飞出去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伯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他经常咳嗽，夜里咳得睡不着觉。我爸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偷偷地攒钱，想要带大伯去镇上的医院看看。可这事不知怎么被我妈知道了，她冲到我爸面前，一把夺过钱：“你还真舍得啊？咱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凭什么给他看病？”我爸急了：“他是我哥，他现在生病了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？”两人拉扯着，钱洒了一地。我在一旁哭着喊着让他们别吵了，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。村里人的议论也从未停止，孩子们在背后对着我们家指指点点，大人们聚在一起总是少不了对我们家的评头论足。有一次我在放学路上，听到几个小伙伴在小声议论，他家居然把坐过牢的人接回来了，真丢人，以后别跟他家孩子玩了。我低着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一路小跑着回了家。回到家，看到我爸坐在院子里，默默地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若隐若现，满是沧桑。大伯在一旁劈柴，每一下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妈在屋里传来隐隐的抽泣声。这一幕就像一幅充满哀愁的画卷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我试图去劝解他们，我拉着我妈说：“妈，大伯他知道错了，咱们给他个机会吧。”我妈甩开我的手：“你懂什么？这不是你小孩子能管的事。”我又跑去跟我爸说：“爸，你和妈别吵了，咱们想想办法，别让大家都这么难受了。”我爸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孩子，这事儿太复杂，你别操心了。”然而转机总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出现。村里有个德高望重的老人，一直看着我们家的事。有一天，他把我爸妈叫到了家里。老人坐在太师椅上，缓缓开口：“你们俩口子这事儿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，一个为了亲情，一个为了名声。可日子总要过下去，不能就这么僵着。”我爸低着头不说话，我妈则是小声地抽泣着。老人接着说：“咱们村啊，祖祖辈辈讲究个家和万事兴。他大伯是犯过错，可他也受到惩罚了，回来了，咱们就不能给他条活路。再这么闹下去，你们这个家就散了啊！”我爸抬起头，眼中有了一丝光亮：“大爷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让家里人受苦了，可我真舍不得不管我哥。”我妈也哽咽着说：“我也不想这样啊，我就是怕别人的眼光，怕孩子以后抬不起头。”老人摆摆手：“别人的眼光算啥？咱自己心里敞亮就行。孩子还小，你们得给孩子做个榜样，让他们知道亲情可贵。把大伯接回来，好好过日子，时间长了，大家自然就忘了这茬了。”从老人家里出来后，我爸和我妈都沉默了很久。那天晚上，我爸走进房间，坐在床边，轻轻拉住我妈的手：“孩儿他妈，咱听大爷的吧，别折腾了，这日子过得太累了。”我妈转过头看着我爸，泪水又涌了出来：“我知道了，以后咱们好好过吧。”第二天，家里的气氛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我妈虽然还是不太愿意和大伯亲近，但不再恶语相向了。我爸的脸上也有了久违的笑容，大伯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丝温暖，干活更起劲了。日子慢慢恢复了平静，村子里的议论声也渐渐小了下去。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，虽然话不多，但那股温馨的气息又回来了。
我知道这场因亲情与面子引发的风波，终于在爱与理解中慢慢平息。而这段经历也像一颗种子，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，让我懂得了亲情的珍贵。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只要家人齐心，总能迎来曙光。后来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，我都感慨万千。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我们都曾迷失，都曾被世俗的枷锁束缚，但最终还是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，引领我们找回了最初的温暖与安宁。就像这悠悠的茶香，虽历经沸水的冲泡，却愈发醇厚，萦绕在心头，久久不散。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能珍惜身边的亲人，别让面子成为阻隔亲情的高墙。感谢大家来时光茶馆听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